注意看，武僧一龙竟然放弃防守，展示少林绝学铁头功，挺直了腰杆，让老外连轰数十拳，竟毫发无损。这一罕见的场面让在场的所有老外全部起立鼓掌。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少林武僧一龙大战新西兰拳王布莱登的一场精彩大战。有什么情况？武僧一龙进了盘丝洞，哈哈。当年唐僧啊进了盘丝洞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动摇啊，那今天武僧一龙也做到了，他完全没有动摇。那说明武僧一龙啊已经完全具备了去西天取经的这么一个能力了，哈哈。好，我们注意看，远看一条龙，近看，一条虫。当然了，只是开一个玩笑啊。很多人对武僧一龙的评价呢是褒贬不一啊，他名声在外，有好有坏。有人认为武僧一龙就是一个只会招摇撞骗的假和尚，而有人认为武僧一龙啊为我们中国的搏击事业和武术事业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说，喜欢一龙的人啊非常的喜欢，而不喜欢一龙的人啊根本喜欢不起来。好，比赛开始，看一下武僧一龙的表现。抓单腿，漂亮！一上来便给这个新西兰拳王布莱登啊一个下马威。对手布莱登也是来者不善，他拿过一条洲际赛的金腰带。这场比赛的举办地点并不是在中国啊，所以说观众朋友们也不要考虑什么假拳的问题了啊，本场比赛绝不可能是假拳。而且对手的身价和辈分和排名啊都很高啊，就不会轻易的打这种假拳的。连续扫踢效果不错。虽然说武僧一龙的拳法一般，但是他的腿法，观众朋友们的确是无可挑剔。注意看，双手自然垂直，不做任何防守，脑袋还顶出去，随便打。一龙告诉布莱登：“你随便打我啊，我扛得住。”我相信看到屏幕前武僧一龙现在的表现，有些观众朋友肯定会说了：“哇，太强了，抗击打能力好强。”而有些观众朋友会认为，这不是傻吗？肉靶子让对面随便打。第一回合还有最后的1分钟。注意看双手，随便打，哈哈，这也是一份自信呐，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真功夫先不说，但是武僧一龙的抗击打能力啊，的确是没得说，够强。我觉得一般的职业选手还真为武僧一龙这两下。我们看台下老外已经是放下了手中的酒杯，目不转睛的在观看本场比赛。这个布莱登啊，现在也是有些发懵，因为现在的阵仗和情况和场面和对手他也没有见过，见过进攻打得猛的啊，见过腿法厉害的，但是没见过这个光挨揍不还手的。你看，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台下的老外在疯狂的鼓掌啊，估计这个场面他们也没有见过，哈哈。因为中国武术啊，在老外的眼里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东西。好，双方第二回合比赛继续开打。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数一数，看一下武僧一龙啊到底能扛住多少拳。这个眼神好的啊，这个算术好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数一下。实际上这场比赛对武僧一龙来讲啊，观众朋友们难度的确不小。屏幕注意看，这个布莱登呢是要比武僧一龙大上2圈还要多。赛前对方的体重是比一龙大了20多磅。
那么，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一龙呢，依旧能扛住对方的重拳。都说不为五斗米折腰，本场比赛我们看一龙的腰杆挺的是非常的直，整个脑袋加脖子加后背形成了一条线儿，挺直腰杆让对方随便打，这也是一种比较自信的表现。好，我们看武僧一龙又一次放弃防守，又把双手捶了下来，打累了歇一会儿。我们看台上的老外都很兴奋，让这个布莱登呢加把劲儿，使劲打。但是现在布莱登的心里边估计也很难受，不是哥们儿不想打，是哥们儿根本打不动啊。第二回合马上结束，还有最后的半分钟。好，这一下是滑倒，地面是稍微有些滑。武僧一龙现在非但是一点伤没受，反倒是把这个布莱登累的是气喘吁吁。武僧一龙不走寻常路起身的方式和别人也不一样。看到了吧？这就是武僧一龙的特别之处，打法、风格、技术特点和正常选手都不一样。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是双方比赛的最后一个回合，看一下武僧一龙的精彩表现。说实在的，武僧一龙现在的赢面的确不大，因为前两个回合分数上按照规则来讲肯定是输了。但是我们从气势上和观赏度上来说我觉得武僧一龙今天的表现还不错。观众朋友们准备好，名场面马上就要来了。好，最后一个回合双方都来劲儿了，哎呦，漂亮！这一下如果没有围绳的话，想必对方已经是被打飞出去了。我们看最后一个回合，武僧一龙也来劲儿了，对方这个布莱登也很想去 KO 一龙，对方不信邪对方认为武僧一龙这个他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抗打。双方的比赛还有最后的1分钟。漂亮，转身拼拳。不过裁判警告一龙呢，这个招式是不允许的不可以打对方的脖子。1拳、2拳、3拳、4拳、5拳，我的天哪！刚刚一龙硬扛了对手应该是8拳，毫发无损。现在全场的老外都起立鼓掌，都是比较的兴奋，这个场面没见过，不要说老外没见过了，我们中国人也没见过呀。
看来打拳击赛并不适合武僧一龙，街边摆摊儿啊，来个什么胸口碎大石啊，来个什么铁头钉钉子，我觉得一龙绝对能赚大钱。好，这场3回合的大战终于结束，武僧一龙和新西兰拳王布莱登啊大战了3个回合。这场比赛可以说布莱登是全程从头到尾啊，从头打到尾，而武僧一龙啊是从头挨打到尾啊。哈哈，但是武僧一龙啊至始至终从来没有倒下啊，甚至连被打晃都没有。好，最终的比赛结果，武僧一龙输掉了比赛啊，没有办法，这是比赛规则。但是我相信啊，按照这个节奏再打上个3个回合，武僧一龙肯定赢。你过来呀！我听说少林寺的铁头功很硬，但是我认为我的拳头会更硬。明天我会3拳打爆少林武僧的狗头，证明我的实力。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真正的少林武僧杀入到日本的一场精彩对局。由于近2年日本人实在是越来越猖獗啊，大张旗鼓地表示说日本武术是天下第一啊，是中国武术的老祖宗。观众朋友们，我们经常听说啊，这个孙子像爷爷，但头回听说啊，这个爷爷像孙子啊。哈哈。好，注意看眼前的选手，他个子不高，长得也不是很壮，他就是年近50岁的俗家武僧玄铁。而眼前的小子便是日本的名户人质，他非常的年轻，才24岁啊，非常年轻。想比赛前你也看到了，这个小日本子啊，对我们中国武术、我们的少林功夫啊提出了质疑，并称自己的拳法可以3拳打穿少林铁头功啊，你没有听错，哈哈。哇，敢挑战铁头功，你还头一个。哦，注意看我们的武僧玄铁还真不做防守啊。为何叫玄铁啊？因为他的抗击打能力很强啊，金钟罩、铁布衫还有铁头功，他练的是炉火纯青，巅峰造极。所以说我们看呢，他在打拳的过程当中啊，双手放得很低，中门大开，任对方随便打。そうですね、ちょっとこの、やっぱり、武田選手が、いいプレッシャーかけてくるんでね、大津選手のプレッシャーを全く打つから。我们看武僧玄铁，他的确是稳度十足，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反观看这个小日本子啊，则是毛手毛脚。现在对手已经慌了，因为他发现呢多次的有效进攻啊，根本没效果啊，根本打不动。赛前牛皮吹得很响，但是现在我们看啊，我们少林武僧呢把脑袋露给他，他都不敢打。好，连吃对手3拳，但是毫无反应。实际上，我们真正的少林功夫啊，都是这么厉害啊！只不过近2年有些假和尚，比如说什么一虫啊、一猫一狗，在国际擂台上坏了少林功夫的名声。要不然啊，我们少林功夫在前些年20年前那是享誉世界，很多老外也会来中国来学习。哦，爆肝拳！哎呦！不止抗击打能力强，拳法也不错。一次读秒送给这个小日本子名户人质。对方搞了一个地垄沟发型，搞了4个垄沟。他是要干什么？是要在脑袋上种土豆吗？还是种地瓜？好，第1回合比赛结束。您觉得这位武僧玄铁的表现如何呢？已经50岁了，我觉得虽然说身体上来看啊，不是那么协调，不是那么快哦，但是抗击打能力和这个距离把控啊，还是一流的。你没有看错啊，这都是日本的美女。哦，发现这个日本女性比男性要高啊，观众朋友们。好，比赛来到第2回合，看一下双方的精彩表现、精彩对局。
作为一个少林弟子啊，他敢只身一人啊来到日本来切磋啊，来弘扬中国武术啊。说句实话，我是非常佩服他的。玄铁在年轻的时候啊，也是一个叱咤风云、横扫武林的狠角色，所以说呢，他也是胆子比较大啊，胆大心细。哦，又是爆杆拳，连续的爆杆让这个小日本子腹部啊已经有些发紫了。武藤玄铁被对手逼在了角落，哦，随便打。这个小日本子拳速的确不慢，但是准头的确是不强。赛前他表示可以3拳打穿少林的铁头功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呢，我觉得给他300拳啊，他都未必能击倒我们。好，这下没关系啊，这只是普通的一个滑倒。好，注意看时间，第一回合还有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对手做了很多没有意义的高鞭腿啊，白白的浪费体能。哦，而且我们看他的大腿啊，已经是他的左腿已经是像个大茄子一样肿了。好，第2回合比赛结束，2回合的对决已经让这个小日本子明乎人质啊，怀疑人生了。赛前牛皮吹得响当当，那么现实给了他一个重重的一个大巴掌啊，一个大逼兜。现在的确，日本人总说呀自己是什么什么天下第一，而韩国人啊总喜欢说什么什么是自己的原创、自己发明的。这2个国家都是人才啊，哈哈，都挺有意思的。好，最后一个回合，看一下武藤玄铁能否拿下这场对局。实际上，持久战对于武藤玄铁来讲呢是非常的不利。那无论怎么说，当年有多么厉害啊，如今就50岁了，跟一个20岁的小伙子打，所以说呢，吃亏啊和持久战肯定是要吃亏的。哦呦，什么情况？哇哦！观众朋友们，注意看日本选手小鬼子，哎呦，这个鼻孔怎么红了？一脸的狼狈，和赛前吹牛的那个小子啊，这是一个人吗？好，最后1分半的时间，我们看武藤玄铁连续，哦，我们看左手都已经不打起来了。哦，这个左手是不是受伤了呀？哦，武藤玄铁示意对手随便打。哦呦，再打！哦，硬扛3拳。你不是嚣张说3拳打爆我的脑袋吗？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刚刚是真的给到对方一个机会了。结束了，看情况应该是起不来了，一个后手中炮，哇，太精彩了！好，观众朋友们，这场少林武术大战日本功夫的比赛终于迎来了结局，让我们恭喜这位少林武僧玄铁啊，不愧是少林寺真正的武僧，50岁依旧非常强劲。好，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今放送席、現在の倉島チャンピオン、佐々木大蔵選手が背筋をピシッとしてモニターを見つめております。今までで一番背筋伸びてますよ、今。日本修斗冠军又如何？日本双腰带又如何？我现在让你们看看中国力量是什么让中国小将在媒体面前情绪如此失控，怒吼日本选手？是因为赛前日本武士实在太嚣张，带着一把生锈的武士刀来中国踢馆耀武扬威。中途不断拔刀妄想吓唬中国小伙和中国观众，不料中国选手丝毫没有畏惧，没有给日本武士一点面子，当即霸气回怼。别以为你带着武士刀我们就怕你，小爷今天打的就是日本人。这个日本武士就是日本的双冠王三木龙一，没有错，他是日本著名的修斗冠军双冠王。当年他也是一个叱咤风云的狠角色，但如今呢已经是39岁，观众朋友们39岁了啊。那正常来讲应该已经是退役的年纪，但这个三木龙一啊贪得无厌，想趁着在退役之前啊来中国再捞上一笔。这个家伙在20年前就经常来我们中国打比赛，当年赚的是盆满钵满，打伤我们的人还赚着我们的钱。但如今20年已经过去了，这个三木龙一啊还以为我们中国人很好欺负啊，很好打。但殊不知，我们中国拳坛观众朋友们，如今已经是改天换地啊，已经是飞速发展，成为了亚洲第一乃至世界前3。好，我们再注意看，高举着5星红旗正在登场的小伙子啊，非常年轻，也非常的霸气，他就是蝰蛇冯廷浩。年仅21岁就拥有着13战全胜、94 KO 对手的豪华战绩，而且曾经最快的一次仅用12秒便 KO 对手。好，赛前冯天浩和这个日本武士啊，在发布会现场吵了起来啊，对方拿出一把破菜刀想吓唬我们，但是没有想到三木龙一啊，20年前那一套放在今天啊不中用了，不好使了。现在我们中国小伙脾气一个比一个暴，你不惹我们还好啊，你越惹我们打得越狠。赛前冯天浩以小爷自称，并且表示小爷今天啊打的就是你这个小日本子啊，我会把你亲手打进棺材板里，让你当年挣的2个钱儿，那2个仨瓜俩枣全部吐出来。好，没有错，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看一下本场比赛中国小伙冯天浩他的精彩表现能不能打服或者打飞对手。我觉得最好是打死啊，能打死我们千万别留情。好，观众朋友们，这个日本选手什么情况？他怎么躺在地上了？他为什么不嚣张？他为什么不拿出武士刀了呢？因为刚刚他被冯天浩一记神龙出海啊，当场干趴在地。对方像条死狗一样躺在了地上，是死是活不清楚。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抢救，如果有必要，我愿意个人捐助对方一个骨灰盒啊，我是自愿的。好，再看一遍，哇，神龙出海！而且冯天浩也是毫不犹豫，赶紧补拳。这个裁判有点不解风情，我觉得他可以晚来一会儿啊，让冯天浩呢再打一会儿，以免呢出现意外啊，以免对方呢还有气儿。然而，观众朋友们，带着日本武士刀来中国踢馆，刚刚的三木龙一啊，还真不是头一个。眼前这个左青龙右白虎的小杂毛才是开山鼻祖，他来中国向东北虎王冠发起挑战。好，我们注意看视频当中右边选手头上带着小杂毛的，便是日本选手青地大佑。好，刚刚对方的眼神，好
好像要吃了王冠。左青龙右白虎，我们中间夹了他这么一个250啊，对方的纹身呢还真是有讲究。好，我们注意看红方选手黑色短裤，中方选手东北虎王冠，蓝方选手便是日本的青地大佑，日本武士。对方之所以带着力拔50刀啊，也是表示啊，打不赢东北虎就当场剖腹自尽，横着切竖着切都行。东北虎王冠，我们光是听这个名字啊，观众朋友们就觉得非常的霸气，没有错，他人如其名啊，打法也像一头猛虎一样。好，我们看王冠的腿，哇，这双大长腿的确是够长啊！我相信对方的小鬼子，这个小日本子肯定羡慕坏了。在日本，哎呦，什么情况？一个霸气的砍腿。哦，但是裁判呢并没有给到读秒。我觉得这个裁判应该去吃点核桃啊，补补脑子。哦呦，这一下漂亮，这一下给到读秒，没有什么悬念。这个250啊，不是这个日本选手，刚开局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连续被击倒2次。我们看王冠是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连拳带腿，哎呦！又一次读秒，虽然说对方日本选手小鬼子站起来的很快，这个小杂毛很机灵，但是倒了就是倒了。按照比赛规则，如果王冠再一次读秒对手啊3次读秒的话，将会直接判定获胜。哎，什么情况？怎么一不留神，这个小日本子怎么猛起来了？但是要小心，格斗赛场永无定数，不到最后一刻，胜者是谁呀，还说不清楚呢。连续正蹬，把控双方的距离。哦，这一下这滑倒应该是不能够判定读秒。这个日本小杂毛现在是稳住了局面，王冠呢也不着急。循序渐进，别看这个小鬼子长得很矮，但是他的2条腿啊倒腾的非常快。好，注意看慢镜头，这一下是日本选手这个小杂毛啊自己摔倒的。哎，什么情况？裁判终止了比赛，对方应该是投降了，不打了。哎呦，这一下，哎呦，看他已经需要人搀扶才能走下去，这腿是被踢废了。好，恭喜东北虎王冠打赢了这个250，非常精彩。德国9冠王身披9条金腰带，扬言要亲手打死中国选手，拿下第10条金腰带。我现在已经有9条金腰带了，第10条我打算亲手打死一个中国选手来获得。因为中国选手在我的眼里都是不堪一击的病秧子，3拳打死一个绝对不是问题。他是来自于德国的拳坛杀手，出场时永远戴着一副面具，并不是伪装神秘，而他是一个真正的杀手，平均每3场比赛就要打死2个人。他的比赛从来没有判定，只有 KO。如今已经在国际擂台拿下52连胜以及9条世界金腰带。听说他要打死中国选手来获得第10条金腰带，中国猛将欧阳锋霸气迎战。好，观众朋友注意看，马上要出场的便是我们中国拳坛悍将欧阳锋。我相信经常看金庸小说的观众朋友们啊，对欧阳锋这3个字绝对是不陌生了。但当然，那欧阳锋并不是他的外号，也不是他的化名，而是他的本名。他姓欧阳啊，名锋。好，注意看，头戴斗笠，手拿权杖，正在出场的便是欧阳锋。欧阳锋在国内的话也是非常厉害啊，28战27胜。就在前2个月啊，他在日本的东京啊拿下了一条金腰带。我们注意看后边举的这条腰带，正是他在日本拿下来的，也是继妖刀魏睿以及刘策第3个在日本夺冠的中国选手。好，赛前欧阳锋呢，为了避免和对方啊会发生意外情况，也就是说呢打出命案，所以说早已经签下了免责合同，早已签下了传统的生死状，
签字画押，计分高低，眼决生死。好，比赛开始，看一下红方选手欧阳锋，蓝方选手德国悍将帕斯卡。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太兴奋了，千万不要错过！哇，生死对局，高手对战高手。哦，要小心！哦，这是地板有些滑吧？这两个人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啊！对方呢是偏泰式，和一些个部队的搏击，而欧阳锋呢是纯粹的散打和自由搏击。这场比赛我从局面上来看呢，对欧阳锋来讲很不公平啊，压力自然是不小了。因为帕斯卡的身高、臂展还有腿长都很恐怖。漂亮，连续击服。欧阳锋是一个全伤极高，而且打法非常绵密的选手啊，他能黏住你，而且进攻的频率很高啊，和日本的这个顶级选手武尊的风格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相似之处。欧阳锋的拳法的确是非常绵密。漂亮！哇，抓住对方啊！所有的进攻空档，只要帕斯卡稍微敢一出手，哦呦，稍微一出手，我们的反击立马给上。这场比赛欧阳锋的战术就是打反击。感觉帕斯卡在欧阳锋的面前呢，就像是一个身体不太灵活的老头，每一个部件好像都生锈了。而欧阳锋我们看，哇哦，非常绵密，就像雨点一般砸在对方的身上。基本上帕斯卡出一拳，欧阳锋能出3到4拳。好，注意看，漂亮前摆哦，最后1秒钟的时候，明显帕斯卡被打晕了一下。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铃声救了对方1条命啊！再给10秒，不用10秒就5秒，欧阳锋都有机会可以 KO 对手。好，第一回合很明显了，欧阳锋在局面和点数分数上那优势满满。我们来观察一下欧阳锋的刚刚的精彩回放，只要对方稍微一出手，欧阳锋抓住对方的这个空档，速度很快。没有错，这里就是最后1秒，明显是一个后直给对方打晃了。好，接下来准备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观众朋友不要错过。欧阳锋1997年出生，27岁很年轻。我觉得再打个5、6年的确是没问题。这个帕斯卡以前并不是一个拳击手以前是一个职业杀手没有错，你可以雇佣他，然后去刺杀别人。当年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据说是从未失手，但是他听说呢，打拳击赛可以挣得更多他便来打拳了。而且帕斯卡我们可以看到，他出手次数呢并不多但每一下都是打对方的命门或者要害。由于欧阳锋现在的反击呢打得太准了，帕斯卡是不敢轻易出手。哎呦，
只要敢出手，他的这个空档啊，立马露出来。好，一次读秒，对方帕斯卡并不认可这个判定，但是很明显他被打倒了。双方第二回合还有1分钟的时间。漂亮，轻松摇闪，哈哈，欧阳锋哇，身材太灵活了，有机会，有机会。哎，怎么不打了呢？哎呦，欧阳锋能感觉到他这样多打一会儿啊，并不想那么轻易的结束比赛。看来今天他是有一些想要调理这个帕斯卡的意思。这场比赛的举办地点是在日本，观众朋友们啊，并不是在国内打，因为像这种生死对抗赛啊，我们国内是不太提倡的。好漂亮，前手，后直前摆，后摆，哇，帕斯卡又有些晃，哎呦，总是在这个时候，马上有结束的时候，欧阳锋能抓住一个机会。好，比赛第二回合结束，我觉得今天啊 KO 的概率，观众朋友们是很大的，主要欧阳锋想不想去 KO 他了。好，那么接下来准备看一下双方最后一个回合的精彩表现，看一下欧阳锋啊能不能 KO 这个德国9冠王。忘记提这个事儿了，观众朋友们，对方啊是9冠王，赛前身披9条世界级金腰带啊，非常的唬人，非常的吓人。左胳膊挂4个，右胳膊挂4个，腰上挂1个，一共9个。啊，这一次他打算要战胜中国选手，拿下第10条啊，然后戴到脑袋上，好漂亮！欧阳锋这种绵密的进攻呢，的确让对手啊感到非常的窒息。亚德帕斯卡真的是喘不过气来。如果说帕斯卡是一个职业杀手啊，习惯一击毙命，而欧阳锋更像是一个行刑者，叫人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很难受。漂亮，再来。注意时间，最后一个回合还有1分半的时间了。我还是希望欧阳锋呢能够 KO 对手。好，这下是推倒，并不是击倒。总感觉欧阳锋现在是故意啊，在拖延时间啊，故意呢在不去 KO 对手啊，他在折磨对手，这个意图太明显了，因为有很多机会，欧阳锋并不是没有把握住，而他不想打，这比杀了对手还要难受啊。好，最后30秒钟。哇，对方已经不行了。哎呦，这怎么自己把自己给摔倒了？如果加赛一局的话，我都生怕对手啊真被打死。
好，比赛终于结束。那这场比赛，观众朋友们可以说是毫无争议啊，一点争议都没有。因为欧阳锋的优势和局面优势太大了，分数上更是不用多说了，一拳又一拳像雨点一样打在对方的身上。好，恭喜欧阳锋获得了比赛的胜利，也是终结了对方的52连胜，同时也让对方的10条金腰带泡汤了。所以说，有的时候人话不能说太满啊，赛前牛皮啊不能吹得太响。那么恭喜欧阳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